江南有义士，九鼎不能生。三人勇猛，但人数却少。大军一旦结阵，瞬息之间便可决胜负。还请世子与大郎收兵。中顺统，结阵破灾。在哪？走。世子，大郎君，我将护卫来迟了。世子，大郎君，粗粗认了一遍街面上的尸身，大都是些青壮年，上岁数的不过10余人，至多不过50，没有寻到李元清。此人才是真正的负心之患，老贼不死，江南未可平定。世子安心，我将等再着将变军卒，边界细细辨认一遭，定将此贼。用不着细细辨认了。这里是敌国之都，城内皆是敌国之人，传令全军，全城大锁。督监不可！有窝藏李元清及其逆党者，夷其三族，家资私产，致众将士去。督监，江南方僻人心未定，此时应安定民心为要。某是升州行营兵马都监，也是大元帅和元帅亲授的入城主将。郎君是要抗某将令吗？督监，传令全军，全城大锁。到。去见父王。哎呦，大王，代沟去向曹国华传句话。诺。就说孤邀他一同入城平乱。诺。启禀大元帅，元帅，行营亲卫共拿的犯禁将佐113名，其间纵火者8，纵兵伤人性命者19，奸淫者16，劫掠民财者70，请大元帅发落。吴越军中自有法度，大元帅待回营之后，
另行处置。劫掠民财者，杖8十，罢其爵衔差遣，发为服役。所掠民财，依数目退还。纵火、伤人、奸淫者，立斩。这是军令，亦是王命。行营兵马都监丁德玉何在？大元帅，末将在。李元清拿到了吗？回禀大元帅，其人、尖角尚未拿得。你是朝廷的引进使，按理孤没有处置的道理。只是今日吴越军中，仅将校便诛杀43人，杖刑者70余人，其余马步军卒受诛被刑者更是不计其数。更何况如此名都大义，如今却烧成了片片秋血。无辜黎庶未曾离于战火，却死于我吴越之兵乱。户户张帆，家家带孝。孤曾闻王全斌屠掠益州，尚且怒其军纪之不整，可万万不曾想，如此滔天罪孽，也有落在孤自家身上的一天。你是朝廷的人，孤处置不了，可孤时时咽不下这口气。仲勋，大元帅，帮孤一个忙，将此贼摁倒在阶下。大元帅，末将可是行营兵马都监。张合谋，放开！孤历来恩怨分明，今日之事与诸将无干，是孤因私怨和他生了械斗，待此贼受首，还要劳烦国华与众巡将孤所拿于京师天子阶下，以彰国法。大元帅不可！让开！息怒，大王！大王息怒！大王息怒！好，孤不杀他，不杀他！你们俩滚开！滚开！林德玉，我不杀你，我不杀你，我不杀你，都无脸去见列祖列宗！大王，你不只是吴越的国王，你还是大宋尚书令、天下兵马大元帅。尔等要以下犯上，一试孤的军法吗？大王，大元帅息怒！丁某不过是病子苏培，何苦为了此人毁了大王清誉？国华，放手！放手！还不把丁某拉下去？找死尸！放手！找一杯！两位将军，大局为重，切莫陷大元帅于不义。滚！滚！滚开！糊涂东西！滚！押下去！让开！大元帅恕末将等无礼。
江宁黎庶是前楚之国，前楚愿行王道。传令，全军班师回朝。丁五郎，陛下，你那耳朵是怎么了？前王跋扈，蔑视官家天威，欺凌臣等，请官家为末将做主啊！居然只割了你一只耳朵，真是岁月不饶人呐，连九郎都老了。陛下，今日朝会，献俘之典已毕，所宜之事可严制廷议。韦命侯等方入朝，宜赐宴，以示圣恩。好。陛下，前世割据东南，分国裂土，有损国家统序。现如今竟公然毁坏国法，刑求朝廷大将，其僭越跋扈如斯，下臣斗胆，请陛下效江南令，兴兵讨之，以求九州之一统。古越前王勤修贡事，善事中国。朕为天子，何以兴无名之兵？陛下昔年有言：“天下黎庶，苦分崩久矣。”遂以此言举兵下金陵。如今轮到吴越，陛下何故厚此薄彼呀？丁德玉，末将在。朕使汝将6军迎前王归朝，二意如何？末将敢不效死！而死不足惜意。朕痛惜的是东南黎庶和将士们的性命。拟制，罢丁德玉爵衔差遣，贬为房州刺史，本州边管。诺。丁某不过是个粗鲁丘巴，处置了便是。陛下不必懊恼。你们以为我恼的是那个杀才吗？自王文博上平边策，萧绎阁御朕立殿前司整顿禁军，至今已有20多年了吧？时至今日，居然还有人敢视军法如无物，视黎庶为实权。200多年破坏了的规矩，想要再建立起来，何其之难啊！陛下，军中诸将大半成于梁、唐、晋、汉、周5代前朝，陛下御疾至今不过15年。所谓旧弊易除，积习难改，骄兵悍将多处于乱世。只要天下承平日久，边疆没了战事，军中的骄惰之气自然便没了根基。朝廷再严以军法，这等事情自然便少了。欲使天下太平，必先求金瓯之一统。
今日殿上徐某挑拨之言原不足道。然则前世坐断东南，于今近100年，传习武王，其统序大政，兵马钱粮，俱自成一统。如今江南事已毕，吴越之事，也确实到了当议之时。主簿，这究竟是何等遮奢人物，竟要劳动主簿如此远言？原本也是军中的太尉，南征之时坏了事，这才发配到房州来安置。说是官家念着旧日厮杀的功劳，不肯夺他性命。对这等人，轻不得，也重不得。可是丁太尉的车驾吗？下官房州衙内主簿郭岳，奉知州札命，特地在此迎候。眼见着官家已经把江南给定了，下一个就该到他家了。有次不知死，却在某家身上乱逞威风。当年陈乔义，官家身上这袍子，可是某亲手给披上的。是。官家如今只是一时恼了，待到日后思及旧事，终归是要召我们回京的。是。喝酒。哎，什么酒量？你那个在宁海乡下教书的儿子，近日可有来信？有。他真的瞎了？是，犬子没有来信，必要问及名目的钥匙。我还是不信。那便遣人去看看。钱家还是赵家？左右都是个死，又有何区别？黄泉路上，先来后到，还是有别的。
这么多人都因你而死，你居然还恬不知耻地活到今年。死了那么多人，可这该死的世道依旧未死。老夫眼睛虽然瞎了，心却不瞎。我就是想好好看看，这世道究竟何时方死。等我认得，有意安置你为台州团练副使。你笑什么？一个80多岁的人了，当年受了杨家恩德，杨家一门死绝，后来又受了李家的恩德，李家成了亡国之囚，如今又要受钱家的恩德，搞不好日后还要受赵家的恩德。这恩德，一个快入土的孤老头子受得起，钱王和赵官家受得起吗？接着，你瞎了，这一辈子都是。落下这许多姓氏，也不知道是个什么意思。太宗修氏族制，武皇高宗做姓氏录，耄耋老翁，叠经惨变，国家都亡了，竟还有这般志气！哼，他且死不了啊！老儿不死是为贼，祸害1000年。旗手的4个字，缺一个，空出一个位置，却不知是何缘故啊？却乎有些为难呐。替人家去做宋氏了，还是田土纷争。去年8月遭了风灾，庄稼全毁了，没了收成，秋富却又免不得。包税的顾家自称也遭了灾，不肯发袋子。永业村86户，有51户都被迫签了弃票，将田地抵给了顾家。这连番的利钱滚下来啊，今年交了秋富之后，倾尽了全年的收成也还不上。顾家便要将弃票过户抵债。田土兼并，上千年的把戏，贫户莫与豪族争啊！我看永业村这官司打不赢。顾家输了，宁海县当堂宣判，弃票不能过户。什么？那弃票上有黄龙鸭，是国妃孙氏的陪嫁妆奁，官府他不敢过户。孙氏。近日我每每睡着，总是会梦见我们当年成婚的时候。当年当做妆奁带出去的良蜜，每户旗树上都压着黄龙鸭，总共是几千亩还是几万亩，我记不清。我让人去台州和解。不要，不要。
那些田地呀、粮米，我都不要了，都是百姓的。那些压着黄龙压的庄连田，不许收回，不许发卖，不许讨要，不得租贷，拿去做押物的，不得抵偿。好，都依你。凡是当年带出去的庄连田地，以黄龙崖为鉴，自今日起定为民户有业，生生世世不得追讨，不得发卖，不得租贷。若以之为押，永世不得抵偿。凡我前世子孙，若有违此训者，不得入家庙。九郎，啊，抱抱我。